霍雨浩居然成了爸爸，亲了一口小雪女，没想到是这个反应。上集最后，随着霍雨浩感受到了强烈的晕眩感，他的精神之海和第二识海命运之眼内发生了剧烈的波动。霍雨浩发现那魂灵胚胎正在吸收他的精神力，并且开始展现出强烈的存在感。他意识到这魂灵胚胎与他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它不仅是他的魂环，更是一种全新的存在。随着魂灵胚胎吸收了大量精神力后，它开始释放橙金色的光晕，这光晕不仅让霍雨浩的精神力得到惊人的恢复，还让他的精神之海变得更加充盈。霍雨浩感到自己的精神力在不断增强，甚至触摸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门槛。最终魂灵胚胎停止了吸收，转而固化成一个橙金色的大蛋，静静地存在于霍雨浩的第二识海中。在霍雨浩的精神之海中，一股强烈的橙金色光芒从魂灵胚胎中爆发，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橙金色所充满。牛天和泰坦见证了这一刻，他们看到从霍雨浩的命运之眼中扩散出的光芒，整个房间都被映照成橙金色，连他们自己都感受到了这光芒中的威压。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霍雨浩意识到魂灵胚胎出现了裂痕，他的精神之海随之震动，裂痕逐渐扩散，最终一只雪白粉嫩的小手从蛋壳中伸出，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这只小手反复探出，每次都会抓下一块蛋壳。霍雨浩观察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随着蛋壳的逐渐减少，一个小女婴的真容展现在霍雨浩面前。她全身肌肤白皙，胖嘟嘟的小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两个小酒窝让她显得更加俏皮。女婴的眼睛是深蓝色的，银白色的头发微卷，即使还是婴儿，也透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霍雨浩试探性地呼唤她为雪弟，女婴的动作慢了一拍，然后继续吃着蛋壳，大眼睛眨呀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霍雨浩在精神力中凝聚出自己的形态，出现在女婴面前。女婴看着霍雨浩，长长的眼睫毛都是深蓝色的。霍雨浩再次询问她是否记得自己，但女婴只是继续吃着蛋壳。霍雨浩感到哭笑不得，女婴对蛋壳的兴趣显然更大。她吃完蛋壳后，霍雨浩担心她会不会继续吸收自己的精神力。女婴突然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霍雨浩惊讶地发现她能理解这声音，她在叫爸爸。霍雨浩感到震惊，他才多大年纪，突然被叫做爸爸，这感觉十分奇妙。女婴传递给他的意念中带有撒娇的味道，让他感到心都要融化了。女婴似乎想要离开霍雨浩的精神世界，她从霍雨浩怀中钻出，身上出现了一个小巧的白色肚兜。她传递给霍雨浩一个信息，她想要出去。霍雨浩还没来得及反应，女婴就在他的精神之海中消失了。霍雨浩惊讶地睁开眼睛，发现女婴雪女已经出现在了现实世界中。她愤怒地叫着，全身被呈金色光芒包覆，试图冲出牛天设置的青色光罩，但无法成功。她的小脸上满是愤怒。霍雨浩听到雪女的叫声，他认为牛天和泰坦是坏人，想要攻击他们。霍雨浩哭笑不得，告诉雪女他们并非敌人。雪女显得委屈，小手轻轻点着，一副做错事的样子。泰坦看到雪女这样，立刻父爱泛滥，来到霍雨浩面前，看着雪女一脸傻笑。但雪女突然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奇异的蓝光，瞬间将泰坦变成了一具冰雕。霍雨浩惊呼雪女的名字，迅速将她带离至房间边缘。他意识到雪女的能力与自己紧密相关，无法超越她的实力范畴。泰坦从冰雪中挣脱，面对雪女的不满，他显得无奈又哭笑不得。牛天和泰坦两位宗主对雪女的出现感到好奇，他们小心翼翼，生怕吓到这个小人儿。霍雨浩从震惊中恢复，轻触雪女，感受到她介于实体与能量之间的特殊存在。牛天好奇地询问雪女的来历，霍雨浩解释说，雪女是冰天雪女，一种非常特殊的魂兽。泰坦震惊地得知雪女的真实身份，斗罗大陆10大凶兽之一的雪帝。霍雨浩向两位宗主简要叙述了自己如何发现并封印雪帝胚胎的经历，但没有透露天梦和冰帝的秘密。两位宗主对霍雨浩的奇遇感到难以置信，认为雪帝的力量对霍雨浩有着巨大的帮助。霍雨浩解释说，新生的雪帝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由他的精神力、血液和老师的契约，以及雪帝原本的力量和灵石共同诞生的，被称为魂灵。突然，雪女发出急切的叫声，霍雨浩通过精神力理解了他的担忧，没有足够的魂环位置供他掌控。霍雨浩感到困惑，因为他已是5世级魂师，应有一个魂环控位。泰坦的提醒让霍雨浩恍然大悟，他有双生武魂、第二武魂冰帝，还有空余的魂环位置。霍雨浩意识到雪女魂灵需要寄居在魂环中，与他的力量相互依存。霍雨浩释放出第二武魂，雪女欢呼一声，化为橙金色光球融入霍雨浩体内。霍雨浩感受到魂力波动，目睹了橙金色魂环的出现，伴随着血色魂环一同律动。牛天和泰坦目睹了这一奇迹，感到震惊。霍雨浩逐渐理解了雪女魂灵的存在形式，它既是生命体也是能量体，需要依附于它来恢复和增强力量。雪女作为魂灵，虽然独特，但仍旧受到斗罗大陆规则的约束。她需要与霍雨浩的能力相融合，通过占据魂环的位置来保持自己力量的完整。霍雨浩意识到，
雪女占据的4个魂环位置，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储存与稳固之地。她的力量虽然与霍雨浩相融合，但展现的却是她自身的4种能力。这种融合方式使得雪女能够在施展能力时消耗较少的霍雨浩魂力和精神力，同时霍雨浩还能施展其他技能，实现2者能力的叠加。牛天和泰坦见证了霍雨浩身上的变化，他们感到惊喜，认为魂灵的出现可能会改变魂兽与魂师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大陆魂师的修炼方式。他们鼓励霍雨浩与雪女快速熟悉，并找出他全部的特点，练习如何与他进行配合。霍雨浩感到振奋，对魂灵这一全新能力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看着肩头的雪女，心中不禁柔软，对这位曾经的极北3大天王之首的变化感到惊讶。当霍雨浩询问雪女是否能回到他体内时，雪女点头，化为成金色光芒，通过霍雨浩的命运之眼钻入消失。雪女在霍雨浩体内自由穿梭，与霍雨浩心意相通，但又不受他的控制。泰坦对雪女的可爱无法抗拒，希望能再次见到她，但被牛天提醒，他们应该让霍雨浩先休息，未来还有机会看到雪女。2位宗主最终离开，留下霍雨浩沉浸在对雪女魂灵新能力的探索和期待中。经过与雪女魂灵的融合，霍雨浩感到自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送走2位宗主后，他立即开始修炼，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和魂力都有了显著提升。精神之海变得浩瀚无边，雪女在其中畅游，不断吸收天地元力，而霍雨浩的修炼速度也因雪女的存在而加快。霍雨浩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种持续的进化过程中，身体和精神力都在不断增强。当他结束1天的修炼，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长高了，肌肉线条变得更加柔和，连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岁月的痕迹消失不见。霍雨浩在镜子前审视自己，发现脸部线条更加明显，双眼透露出平静中的威严。他感到自己仿佛变得更加英俊了。霍雨浩自嘲地想到，或许是雪女改变了他的外貌。这时，雪女从他胸口出现，她似乎也长大了一点点，更加可爱。霍雨浩与雪女互动，感受到了一种父女间的心意相通。霍雨浩心中暗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有个女儿该多好。他想到了王东，心中涌起一丝羞涩的情感。当牛天和泰坦再次来访，霍雨浩发现自己即使没有使用精神探测，也能感知到他们的到来。牛天检查霍雨浩的身体后，吃惊地发现霍雨浩的身体强度已经极其接近拥有武魂真身境界的魂师级别。霍雨浩了解到，尽管他的魂力等级只有50级，但他的身体强度已经接近70级魂师的水平。这意味着他的实力已经远超过同级别的魂师，甚至能够与拥有武魂真身的强者抗衡。霍雨浩回忆起自己修炼时入定的感觉，牛天则指出霍雨浩的能力提升显著，外貌的改变正是身体发生质变的表现。牛天进一步解释说，人类修炼者的变化通常不会影响外表，除非身体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牛天预言，霍雨浩在30岁前就能突破到魂圣境界，40岁前成为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这在极致武魂的拥有者中是前所未有的。霍雨浩谦逊地询问了关于修炼导致不好变化的问题。牛天提到了本体综合邪魂师，解释了他们因武魂的特殊进化性而产生的变化。牛天还特别指出，邪魂师可以通过凶戾之气被识别。泰坦对雪女的喜爱溢于言表，他请求霍雨浩让雪女过来给他看看。霍雨浩召唤了雪女，她活泼地飞到霍雨浩面前，坐在他的手臂上。霍雨浩亲昵地亲了雪女一口，却被他以非礼抗议。泰坦也想要亲雪女，承诺给她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雪女用她的能力将泰坦再次变成了冰雕，显示出她对泰坦的不满。牛天和泰坦讨论了魂灵的奥妙和潜在价值。牛天强调了帮助霍雨浩试验魂灵特性的重要性，并指出泰坦想要拥有魂灵是不现实的。他们决定陪霍雨浩进行实战测试，以更好地理解魂灵的能力。泰坦半开玩笑地对霍雨浩说，他对雪女下不去手，但霍雨浩作为爸爸要好好承受即将到来的测试。霍雨浩面对泰坦的挑战，虽然心中有些发寒，但他以微笑回应，展现出不屈的斗志。泰坦则以战场的残酷现实激励霍雨浩，要他面对任何困难。在泰坦的挑衅下，霍雨浩和雪女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共同战斗。霍雨浩深吸一口气，全身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精神力和魂力的结合令他散发出强烈的战斗意志。牛天对霍雨浩的战斗意志表示赞许，他知道这位年轻人面对强敌时的勇敢和战役。泰坦虽未释放武魂，但释放出的精神威压令霍雨浩仿佛回到了初次见面时的压迫感。霍雨浩释放出灵眸武魂，1白3黑4个魂环显现，特别是那银白色的魂环引起了牛天和泰坦的好奇。在泰坦气势松懈的瞬间，霍雨浩如金色流星般发起攻击，展现了他对精神力和君临天下的深刻理解。然而泰坦以强大的实力轻松挡下了霍雨浩的攻击，并将他甩飞。霍雨浩在空中调整姿态，稳稳落地，眼中的光芒更加炽热。霍雨浩开启了命运之眼，释放出进化版命运灵魂之凝视，紧接着是单体版的群体虚弱。泰坦虽然挣脱了虚弱效果，但金色骷髅头依旧出现在他头顶。霍雨浩切换到冰帝武魂，一红4橙的魂环显现，
他的气势为之一变。泰坦感受到霍雨浩的变化，低喝一声，震散了附加在身上的白色光芒。霍雨浩脚踏鬼影迷踪步，身形变得虚幻，向泰坦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泰坦和牛天看到霍雨浩的步伐，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在山顶的寒风中，霍雨浩巧妙地利用鬼影迷踪步绕到泰坦侧面，发动了攻击。泰坦似乎不以为意，任由霍雨浩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但霍雨浩真正的目的是近身施展他的极致之冰魂技永冻之玉。永冻之玉的威力让泰坦也感到了寒意。霍雨浩乘机发动了暗金孔爪，这一击充满了力量与速度。然而泰坦以强悍的体魄硬接下了这一击，只是衣服上多了几道破口。霍雨浩连续施展了多个魂技，包括冰皇之怒，但泰坦依旧稳如泰山，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这让霍雨浩感到了郁闷。他意识到在真正的强者面前，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泰坦对霍雨浩的表现给予了肯定，尤其是他那充满精神力、气势与魂力结合的一拳，给泰坦留下了深刻印象。霍雨浩虽然自认与泰坦差距甚远，但小雪女却不愿就此放弃。小雪女展现出了她的决心，她与霍雨浩的精神连接，让他感受到了雪女的想法。在小雪女的协助下，霍雨浩再次施展了永冻之玉，而雪女则释放了她的橙金色光彩，两者的力量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雪舞及冰域。这个领域覆盖了整个昊天峰峰顶，温度骤降至零下200度，创造了一个冰雪的世界。霍雨浩在领域内如鱼得水，他感到自己真正掌控了冰雪，而领域的维持消耗远低于预期。雪舞及冰域不仅大大提升了霍雨浩冰地武魂内魂技的威力，还极大地节省了他的魂力消耗。在这个领域内，霍雨浩的实力得到了倍增，即使是泰坦这样的强者也无法探查到他的位置。这场战斗让霍雨浩深刻体会到了魂灵带来的相辅相成的效果。霍雨浩借助雪舞及冰域的力量，与雪女魂灵的能力完美融合，周围的水元素成为了领域力量的载体，使得雪舞及冰域的威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霍雨浩仿佛成为了飞舞雪片中的一部分，与整个领域合为一体。雪女轻声呼唤霍雨浩，引导他跟随自己的能力行动。霍雨浩放松心神，任由雪女的意念带领，体验着雪女带给他的全新能力。他感到身体变得轻盈，像鹅毛雪片一样在空中飘飞，滑行的轨迹与雪花完美契合。霍雨浩的左手在雪舞及冰域的影响下，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形态，莹润洁白，如同羊脂白玉雕琢而成。泰坦和牛天对霍雨浩的领域之力感到震惊。泰坦在领域中无法感知到霍雨浩的位置，而牛天则在领域内感受到了时间与空间的静止。霍雨浩在领域中施展了雪地的绝学，先是以极寒之力冻结泰坦的手臂，接着在雪女的帮助下变身为少女版的雪地，释放出了雪地的地剑冰极无双。这一剑的威力，即使是泰坦在释放武魂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全力以赴去抵挡。牛天对霍雨浩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雪地三绝，并指出这些魂技的威力远超普通的10万年魂技。泰坦虽然在切磋中落于下风，但也对霍雨浩的实力表示了认可。霍雨浩对雪女无法释放第4个魂技感到困惑，牛天则认为霍雨浩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